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妇人心善救白猫。夜里猫语，记得宽衣，你丈夫在门外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西街那户姓李的人家最近出了件邪门的事儿。茶馆里，老张神神秘秘地对同桌的几位老友说道：“哦，啥邪门事儿？快说说。”周围的人一听这话，纷纷围拢过来，一个个耳朵竖得跟兔子似的。老张压低声音，环视了一圈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那李家的媳妇前阵子救了一只白猫，结果这猫啊，一到夜里就对着他喵喵直叫，还总说些听不懂的话。最离奇的是，有一天晚上，那猫竟然开口说了人话，记得宽衣，你丈夫在门外。”这话一出，茶馆里顿时炸了锅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。有的说是猫妖作祟，有的说是李家媳妇撞了邪。这事儿啊，还得从头说起。李家媳妇名叫翠花，是个心地善良、勤劳持家的好女人。她丈夫李柱子是个木匠，常年在外做工，家里就剩下翠花和年迈的婆婆相依为命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翠花正忙着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喵喵声。她顺着声音找去，发现一只浑身雪白的小猫正蜷缩在墙角的草堆里，身上脏兮兮的，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无助。翠花心疼坏了，赶紧把小猫抱起来，用温水给它洗干净，又找了些剩饭剩菜喂它。小猫似乎也感受到了翠花的善意，一个劲儿地往她怀里蹭。自那以后，小猫就成了翠花家的一员，每天跟在翠花身后形影不离。翠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雪儿，寓意它像雪一样纯洁无瑕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怪事就从雪儿来到李家后开始了。起初翠花只是发现雪儿每到夜里就变得异常兴奋，总是围着他喵喵直叫，声音里似乎还带着几分焦急。翠花以为雪儿是饿了或者想出去玩，便给她准备了些食物，又打开门让她出去。可雪儿却不肯出去，只是围着翠花转圈圈，叫声越发急促了。翠花心里纳闷，便问雪儿：“你咋了？是不是有啥事儿？”雪儿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突然停止了叫声，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翠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开口说道：“记得宽衣，你丈夫在门外。”这话一出，翠花吓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她揉了揉耳朵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雪儿又重复了一遍：“记得宽衣，你丈夫在门外。”翠花这回听得清清楚楚，可她是打死也不敢相信，一只猫竟然能开口说人话。她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，便赶紧回到屋里躺下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可躺在床上，翠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雪儿说的那句话。她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是开门的声音。翠花心里一紧，赶紧爬起来，透过窗缝往外看。这一看，可把她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黑影正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。翠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心想这不会是来抢劫的吧？她赶紧回到床上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心里默念着：“千万别进来，千万别进来。”可那黑影似乎并不打算放过她，径直朝屋里走来。翠花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壮着胆子喊道：“谁？谁在外面？”黑影一愣，停下脚步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翠花，是我。”翠花一听这声音，心里更害怕了。这不是她丈夫李柱子的声音吗？可他不是在外做工吗？怎么会突然回来，还拿着刀？翠花不敢应声，
只是紧紧地抓住被子的一角，浑身瑟瑟发抖。黑影见翠花不吭声，似乎有些生气，他推开门走了进来，一步步逼近翠花的床。翠花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止了，她闭上眼睛，等待着命运的降临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到雪儿在屋外大声喊道：“喵，喵，快跑，快跑！”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打斗声。翠花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雪儿正和黑影在屋里搏斗。雪儿虽然小，但动作却异常敏捷，她一会儿跳到黑影的头上，一会儿又窜到黑影的脚边，弄得黑影手忙脚乱，狼狈不堪。翠花见状，赶紧趁机跑出屋子，大声呼救。邻居们听到呼救声，纷纷赶来，一起把黑影制服了。等大家看清黑影的面目时，都愣住了，这不是李柱子吗？翠花也愣住了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颤抖着声音问道：“柱子，你咋了？你这是在干啥？”李柱子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翠花，对不起，我欠了赌债，他们逼我还钱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来抢你了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顿时感觉天都塌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勤劳善良的丈夫竟然会染上毒瘾，还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她哭着问道：“柱子，你咋会变成这样？你咋能对我下手呢？”李柱子也哭了，他悔恨地说道：“翠花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咱妈。可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来还债了。”翠花看着李柱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恨他做出这种事情来，可她又心疼他，心疼他被逼到这个地步。就在这时，雪儿走过来，用头轻轻地蹭了蹭翠花的手。翠花低头一看，只见雪儿身上多处受伤，鲜血直流。她心疼地抱起雪儿，哭着说道：“雪儿，你咋这么傻？你为啥要帮我挡刀呢？”雪儿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她喵喵地叫了2声，然后用舌头舔了舔翠花的手，似乎在安慰她。翠花看着雪儿，心里更加坚定了，她不能放弃李柱子，她要帮他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于是她擦干眼泪，对李柱子说道：“柱子，咱们一起去面对吧，欠下的债咱们一起还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李柱子听了翠花的话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赌了，要好好做人，好好对待翠花和咱妈。从那以后，李柱子真的改邪归正了。他辞去了木匠的工作，找了一份正当的差事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只为了还清赌债，给翠花和咱妈一个安稳的家。而雪儿呢，也成了李家的吉祥物。她的伤口渐渐愈合了，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可爱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还会悄悄地爬到翠花的床头，用头蹭着她的脸，似乎在告诉她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这事儿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每当人们提起李家的时候，还是会忍不住感叹一句：“真是善有善报啊！”至于那只神奇的白猫雪儿，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传奇。大家都说它是天上的仙猫下凡，专门来救苦救难的。而翠花和李柱子的故事，也成了人们口耳相传的佳话，激励着人们向善向美，珍惜眼前人。翠花和李柱子2口子，经过那档子事儿后，日子总算是回到了正轨上。李柱子每天早出晚归的忙活，翠花也在家里忙着织布绣花，补贴家用。雪儿呢，自然是他们的心头肉，每天都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转悠，逗得一家人乐呵呵的。可这天，翠花却突然发现雪儿有些不对劲儿。她总是独自跑到院子里，对着墙角的一块空地喵喵直叫，还时不时地用爪子在地上刨来刨去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翠花心里纳闷，
便问雪儿：“你这是咋了？咋老对着那快递叫唤呢？”雪儿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她转过头来，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翠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转过头去，继续对着墙角叫唤。翠花心里越发好奇了，她决定好好瞅瞅那快递到底有啥名堂。于是她找来一把小铲子，轻轻地刨开了那快递的表层。这一刨不要紧，竟然刨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。翠花心里一惊，赶紧打开铁盒子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沓厚厚的银票。翠花看着手里的银票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她数了数，足足有上千两，这可是他们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啊！她赶紧把银票收好，然后把铁盒子重新埋回了土里。回到屋里，她把这事儿跟李柱子一说，李柱子也愣住了。他们两口子琢磨了半天，也没想明白这银票到底是哪儿来的。就在这时，雪儿又跑到院子里，对着墙角那快递喵喵直叫。翠花和李柱子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了几分，这银票八成跟雪儿有关。他们决定好好问问雪儿，这银票到底是咋回事。可雪儿却像是知道了他们的心思似的，一见到他们就躲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肯靠近那快递了。翠花和李柱子没办法，只能暂时把这事儿放下。可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这银票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他们的平静生活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事儿就来了。这天晚上，翠花正在家里织布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。翠花心里一紧，赶紧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干啥来了？”壮汉恶狠狠地瞪了翠花一眼，说道：“把银票交出来，不然要你的命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她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银票是别人的。可他哪知道银票的主人是谁呀？他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，说自己不知道啥银票。壮汉见翠花不肯交银票，顿时火了。他一把抓住翠花的头发，把她往院子里拖。翠花疼得哇哇直叫，拼命地挣扎。可壮汉的力气太大了，她根本挣脱不开。就在这时，雪儿突然冲了出来，一口咬住了壮汉的手。壮汉吃痛，松开了翠花。翠花趁机挣脱开来，跑回屋里大喊救命。李柱子听到呼救声，赶紧从屋里冲了出来。他一看这架势，二话不说就跟壮汉打了起来。可壮汉身手不凡，李柱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没几下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翠花见状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壮汉一步步逼近自己。就在这时，雪儿又冲了出来，她对着壮汉喵喵直叫，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。然后她突然腾空而起，一头撞在了壮汉的胸口上。壮汉没想到雪儿会突然来这一手，顿时被撞得倒退了好几步。他恼羞成怒，挥刀就向雪儿砍去。雪儿灵活一闪，躲过了这一刀，但她却没来得及躲过壮汉的第二刀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雪儿的身子被砍成了两半，鲜血顿时溅了一地。翠花和李柱子看到这一幕，都愣住了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雪儿竟然为了救他们牺牲了自己。壮汉看着倒在地上的雪儿，也愣住了。他似乎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失手杀死一只猫。他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逃走了。翠花和李柱子看着雪儿的尸体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。雪儿，这个陪伴了他们无数个日夜的小生命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们。他们决定好好安葬雪儿。他们找来一块木板，把雪儿的尸体放在上面，然后挖了一个坑，把木板放了进去。
在坑边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雪儿之墓”4个字。从那以后，翠花和李柱子每天都来墓前看望雪儿。他们带着雪儿生前最爱吃的鱼干和猫粮，放在石碑前，然后坐在墓边，跟雪儿说着心里话。可奇怪的是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总能听到雪儿在院子里喵喵直叫，那声音清晰而真切，就像雪儿还活着一样。翠花和李柱子心里明白，这是雪儿在守护着他们，他们感激涕零，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了。然而这事儿还没完。这天晚上，翠花正在屋里织布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她打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站在门口。老头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看起来像个乞丐。翠花心里一软，赶紧问道：“大爷，您这是咋了？有啥需要帮忙的吗？”老头颤巍巍地抬起头，看着翠花说道：“闺女呀，我是雪儿的爷爷，我来找你了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顿时愣住了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雪儿竟然还有个爷爷。老头见翠花愣住了，便继续说道：“雪儿她其实是只灵猫，她能说人话，能预知未来。她知道你们两口子心地善良，便特意来你们家报恩的。可没想到，她竟然为了救你们牺牲了。我老人家心里过意不去啊，特地来谢谢你们。”翠花听着老头的话，心里越发觉得离奇了。她不知道这老头到底是真是假，但看着他那诚恳的眼神，她愿意相信他。于是她赶紧把老头请进屋里，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然后问道：“大爷啊，您这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雪儿她真的是只灵猫？”老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千真万确呀。雪儿她是我老人家一手养大的，她从小就聪明伶俐，能说人话。我老人家知道她是个不凡之物，便一直悉心教导她。可没想到，她竟然为了救你们牺牲了。我老人家心里愧疚啊，特地来跟你们道个别。”翠花听着老头的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没想到雪儿竟然还有这么一段离奇的身世。她感激地看着老头，说道：“大爷呀，您别这么说，雪儿她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感激她还来不及呢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记住她的。”老头听了翠花的话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翠花，说道：“闺女呀，这是雪儿留给你的。她说里面有她的灵力和记忆，你每天滴一滴在眼睛里，就能看到她了。”翠花接过小瓶子，看着里面清澈透明的液体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她知道这是雪儿留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了。从那以后，翠花每天都按照老头的吩咐，滴一滴液体在眼睛里。果然，她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雪儿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就像她还活着一样。翠花和李柱子看着雪儿欢快的身影，心里充满了欣慰和感激。他们知道，雪儿虽然离开了他们，但她的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他们的心里。他们会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，用余生去怀念和守护它。而雪儿呢，也仿佛感受到了他们的思念和祝福。她在院子里欢快地奔跑着，时不时地对着天空喵喵直叫，似乎在诉说着她对这个世界无尽的热爱和留恋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：善妻20岁惨死，恶丈夫却长命100岁，阎王他该下地狱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村东头那家的媳妇，20岁的小丫头，说走就走了。李大爷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一边抽着旱烟袋，一边跟围坐一圈的老少爷们儿聊着。可不是吗？那丫头心地善良，待人接物总是笑眯眯的，咋就遭了这罪呢？王婶子抹着眼泪，不住地摇头。嘿，您还别说，她那丈夫赵二狗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
平日里游手好闲，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那丫头还得辛苦劳作养活他，这不报应来了吧？刘老汉撇撇嘴，一脸不屑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议论纷纷，却没人注意到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大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，似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即将揭晓。话说这赵二狗生得一副油头粉面的模样，村里人谁不知道他是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种儿？偏偏娶了这么一位贤良淑德的好媳妇，名叫翠花。翠花自小在村里长大，父母早逝，由哥哥抚养长大，性格温婉、勤劳善良，村里人无不夸赞。翠花嫁给赵二狗后，本想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哪知赵二狗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整日里不是赌钱就是喝酒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全靠翠花一人织布种地维持生计。即便如此，翠花也从没抱怨过一句，总是默默承受着一切，还时常接济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困人家。可就是这等善心之人，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。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赵二狗又赌输了钱，醉醺醺地回到家，一进门就对着翠花拳打脚踢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你个扫把星，都是你害得我输钱。”翠花被打得浑身是伤，却不敢反抗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次日清晨，翠花被发现昏倒在家中，已没了气息。村里人纷纷猜测是赵二狗昨晚下手太重，把翠花给打死了。可赵二狗却一口咬定翠花是自己病死的，与他无关。翠花的死讯传开后，村里人都为他感到惋惜，也为赵二狗的恶行感到愤怒。可偏偏这赵二狗像是得了什么庇护似的，依旧过着他的逍遥日子，整日里不见人影，偶尔回来一趟也是大吃大喝，完全不把翠花的死放在心上。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赵二狗依旧活得好好的，身体硬朗得很，一点也不像个50多岁的人。村里人私下里都议论纷纷，说翠花这么好的人，咋就摊上这么个恶丈夫，还死得这么惨，真是造孽呀！这天赵二狗又喝得酩酊大醉，踉踉跄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突然他脚下一滑，跌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里。村里人闻声赶来，七手八脚地把赵二狗从坑里拉了出来。可赵二狗却像是丢了魂似的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：“鬼鬼呀，翠花来索命了。”众人一听，都吓得脸色苍白，纷纷议论着翠花的鬼魂回来找赵二狗报仇了。赵二狗从此变得神神叨叨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不到半年就瘦得皮包骨头，看上去像是70、80岁的人了。这一天，赵二狗突然失踪了，村里人找遍了整个村子，也没找到他的踪影。直到3天后，有人在村西头的一片荒地上发现了赵二狗的尸体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张着嘴，似乎死前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村里人都说这是翠花的鬼魂把赵二狗给带走了，要让他在地府里受尽折磨，以报当年之仇。可就在赵二狗死后的第7天，村里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。那天夜里，李大爷起夜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他悄悄走到窗前，透过窗缝往外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、长发披肩的女子正站在院子里，背对着他，似乎在低声哭泣。李大爷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他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瞧，那女子的身影怎么看怎么像翠花。李大爷壮着胆子悄悄推开门走了出去。翠花，是你吗？李大爷试探着问道。那女子缓缓转过身来，脸上挂着2行清泪，正是翠花。李大爷，是我。翠花的声音低沉而哀伤。翠花呀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咋又回来了？是不是有啥话想说？李大爷惊讶地问道。翠花轻轻摇了摇头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
大爷，我其实是来告诉您一个秘密的。我死后，阎王爷判我下了地狱，说我虽然生前行善积德，但命中注定有一场大劫，躲不过去的。而赵二狗，他虽然恶贯满盈，但命中注定长命100岁，阎王爷也不能随便收他的命。啥？这是咋回事啊？李大爷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翠花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阎王爷说我命中注定要成为赵二狗的妻子，替他承受一切罪孽，只有等我死后，他才能开始承受报应。所以我虽死得早，但我的灵魂却一直在地狱里受苦，直到赵二狗罪孽偿清，我才能投胎转世。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李大爷气得直咬牙。翠花苦笑了一下：大爷，这就是命啊！我虽心有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只是希望您和村里人能记住我的教训，多行善事，少做恶事，以免将来像我一样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说完，翠花的身影渐渐模糊，最终消失在夜色中。李大爷站在原地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第二天，他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村里人，大家都唏嘘不已，纷纷感叹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。从此以后，村里人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，多做善事，少做恶事，生怕哪天也像翠花一样被命运捉弄。而赵二狗的故事也成了村里人口耳相传的警示，提醒着后人要珍惜眼前人，善待他人，以免将来后悔莫及。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村里人是又惊又怕，一到晚上，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，生怕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可偏有那么几个不信邪的年轻人，觉得这事儿太邪乎，决定一探究竟。这天晚上，月黑风高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悄悄聚在一起，商量着要去翠花家看看，到底有没有什么鬼怪作祟。咱们也别太冒失了，万一真有啥东西，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。张三犹豫道：怕啥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一个女鬼给吓住了？李四不屑地撇撇嘴：就是，咱们手里有火把，有镰刀，他要赶出来，咱们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王五挥舞着手里的镰刀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众人一听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便壮着胆子向翠花家走去。到了翠花家门口，众人停下脚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先进去。要不咱们先敲门试试吧？张三提议道。行。众人点头同意。张三走上前，轻轻敲了敲门，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。看来家里没人啊，咱们进去吧。李四说着，便推门而入。众人紧随其后走进了翠花家。只见屋内一片漆黑，静悄悄的，仿佛连呼吸声都能听见。这地方也太阴森了吧！张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怕啥？咱们有火把呢。王五说着，点燃了火把，照亮了四周。众人借着火光四处查看，只见屋内摆设依旧，只是少了些人气，显得格外阴森。咱们去后院看看吧，说不定那女鬼就在那儿呢。李四提议道。众人点头同意，便向后院走去。到了后院，只见一片荒凉，杂草丛生，仿佛多年无人打理。这地方也太荒凉了吧？真会有鬼吗？张三疑惑道。不好说，听说翠花死后，赵二狗就没再回来过，这地方自然也没人打理了。王五说道。众人继续前行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草丛中传来沙沙的响声，吓得众人纷纷停下脚步，紧张地四处张望。啥声音？张三声音颤抖地问道。不知道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李四也害怕了，说话都结巴了。怕啥？咱们可是来探险的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王五说着，便壮着胆子
向草丛中走去。众人紧随其后，只见草丛中露出一个洞口，黑洞洞的，不知道有多深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张三惊讶地问道。不知道，咱们下去看看吧。李四壮着胆子说道。行，咱们下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秘密呢。王五说着，便率先走了下去。众人紧随其后，顺着洞口向下走去。走了不一会儿，便来到一个宽敞的地下洞穴中。只见洞穴中摆放着一张石桌，石桌上放着一个香炉，香炉中香烟缭绕，似乎有人在祭拜。这是咋回事啊？张三惊讶地问道。不知道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李四又害怕了，说话都结巴了。怕啥？咱们可是来探险的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王五说着，便走上前去，想看看那香炉里到底烧的是什么香。可就在他伸手去拿香炉的时候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洞穴中的蜡烛全部熄灭，四周陷入一片漆黑。啊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张三吓得大叫起来。不知道，咱们快跑吧。李四说着，便转身向洞口跑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凄厉的哭声在洞穴中响起，吓得众人纷纷停下脚步，浑身颤抖。这是翠花的哭声吗？张三声音颤抖地问道。不知道，咱们还是快跑吧。李四吓得语无伦次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、长发披肩的女子从黑暗中缓缓走出，正是翠花。啊，鬼呀！众人吓得纷纷后退，差点摔倒在地。翠花缓缓走到众人面前，脸上挂着2行清泪，眼中满是哀伤。你们别怕，我不会害你们的。翠花的声音低沉而哀伤。你真的是翠花吗？张三壮着胆子问道。翠花轻轻点了点头，是我其实是来谢谢你们的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来帮我。啥？帮你？你咋了？需要我们帮啥忙啊？李四疑惑地问道。翠花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，其实我死后并没有下地狱，而是被困在了这个洞穴中。赵二狗为了逃避报应，竟然请了一个邪道术士，把我困在这里，让我无法投胎转世。啥？赵二狗竟然干出这种事儿来？众人惊讶得合不拢嘴。没错，他不仅害死了我，还让我无法超生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翠花说着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。那你需要我们帮啥忙啊？王五问道。我需要你们帮我找到那个邪道术士，让他解除对我的诅咒，让我能够投胎转世。翠花说道。行，我们帮你。众人纷纷点头同意。在翠花的指引下，众人找到了那个邪道术士的藏身之处。经过一番激战，终于打败了邪道术士，解除了对翠花的诅咒。翠花终于得以投胎转世，而赵二狗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没过多久便病死了。这事儿传开后，村里人是又惊又喜，惊的是翠花的遭遇竟然如此凄惨，喜的是邪道术士终于被铲除，村里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从此以后，村里人更加敬畏鬼神，也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，多做善事，少做恶事，生怕哪天也像赵二狗一样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而翠花的故事也成了村里人口耳相传的传奇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有人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讲述着这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善人被天雷劈死，众人埋怨没有天理，道人事出必有因。听说了吗？李大善人昨个让天雷给劈了。啥？李大善人？那可是咱们镇上有名的善心人啊，平日里修桥补路，接济穷人，咋就让天雷给劈了呢？这事儿可真邪门儿。
可不是吗？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呢，那雷咔嚓一下，直愣愣就劈在了李大善人头上，连带着他家那大宅子都烧了个精光。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没天理了？哎，这事儿可真让人琢磨不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老话咋就不灵了呢？镇上的茶馆里，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议论纷纷，说的都是李大善人被天雷劈死的事儿。这事儿可真够离奇的。李大善人在镇上那可是出了名的好人，平日里行善积德，没少做善事儿。可偏偏就是这么个好人，却让天雷给劈了，这事儿咋听咋让人觉得邪门儿。要说这李大善人，那可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家里开着几间大铺子，生意红火，家底厚实。可人家有钱归有钱，却从不仗势欺人，反而乐善好施，经常拿出银子来修桥补路，接济穷人。镇上的老少爷们儿提起李大善人，那都是竖大拇指，夸他是个难得的好人。可就是这么个好人，最近却遇上了一件怪事儿。这事儿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那天，李大善人像往常一样，在家里处理着铺子上的事儿。突然，他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皱了皱眉，放下手中的账本，起身走出屋子，想看看是咋回事。这一看，可把他给吓了一跳。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，手里拿着一个破碗，正跟几个家丁纠缠不清。老头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看上去得有70、80岁了。他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睛里满是祈求和绝望。几位大爷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都3天没吃饭了。老头的声音微弱而颤抖。去，你这老叫花子，别在这儿捣乱，我们家老爷可没闲钱给你。一个家丁不耐烦地推着老头，求你们了，我就快要饿死了，给点吃的吧。老头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。李大善人看到这里，心里不由得一酸。他走上前去，一把推开了那个家丁，然后把老头扶了起来。老人家，您别这样，先到屋里喝口水，我再让人给您准备些吃的。李大善人说着，就把老头扶进了屋子。老头感激涕零，不停地给李大善人磕头道谢。李大善人让人给老头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还让人给他找了件干净的衣服换上。老头吃饱喝足，又换上了新衣服，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不少。多谢老爷救命之恩，我这一把老骨头差点就交代在外头了。老头抹着眼泪，感激地说：老人家，您别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您就留在我这儿吧，我给您养老送终。李大善人说着，就让下人给老头安排了个房间住下。这事儿在镇上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人们都说李大善人真是菩萨心肠，连这么个要饭的老头都肯收留。可也有人私下里嘀咕，说这老头来历不明，说不定是个骗子呢。不过这些话，李大善人可从来没往心里去过。老头在李大善人家里一住就是1个多月。这期间他也没干啥活，就是每天在家里吃吃喝喝，偶尔出去溜达溜达。李大善人也没说啥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好。可就在昨天，镇上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这事儿就跟这老头有关。昨天傍晚，天色阴沉，乌云密布，眼看着就要下大雨。李大善人吩咐下人把院子里的东西都收进屋子里，然后自己就回屋歇着了。可刚躺下没多久，他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巨响，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直接劈在了他家的大宅子上。李大善人被这一声巨响给震醒了，他猛地坐起身来，只觉得头晕目眩。他挣扎着下了床，穿上衣服，走到窗前想看看到底是咋回事。可这一看，却把他给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院子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
他的大宅子已经被雷火给烧了个精光。而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，他看到那个老头正浑身冒着黑烟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李大善人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赶紧让人去救火，又叫了几个家丁去把老头抬进屋子里。可等火扑灭之后，人们却发现老头已经没了李大气息，而善人也在这一场雷火中受了重伤，奄奄一息。这事儿可把镇上的人给惊呆了，他们纷纷跑到李大善人家里来看热闹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这是报应，有人说这是天意，还有人说这是老头在作怪。反正说啥的都有，就是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一个道人突然来到了镇上。这道人穿着一身道袍，手持一根桃木剑，看上去仙风道骨，颇有几分道行。他走到李大善人家门口，看了看那烧成废墟的大宅子，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李大善人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：哎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话不假，可这事儿却没那么简单。道人说着，就从怀里掏出一面铜镜，对着李大善人照了照。李大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道人给吓了一跳，他挣扎着坐起身来，问道：您是何方神圣？来我这儿干啥？道人没搭理他，而是仔细地看着铜镜里的影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开口说道：李大善人，您可知道，您家里这位老人家可不是什么善茬儿。啥？您说这老头？他可不是我家里人，他是个要饭的，我看他可怜才收留他的。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哼，要饭的？我看他是个妖孽才对。道人冷哼一声，继续说道：您可知道，这老头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妖气，他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个修炼成精的妖怪。啥？妖怪？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吓得差点从床上蹦起来。没错，妖怪。他潜伏在您家里，就是为了吸取您的精气，好助他修炼。昨天那场雷火，就是天雷击中了他的妖气才引发的。道人说着，就把铜镜收了起来。可他为啥要害我呢？我又没招他惹他。李大善人还是有点不敢相信。哼，您是没招他惹他，可您收留了他，这就是您的不是了。妖怪最擅长的就是伪装，他们往往会利用人们的善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您要是没收留他，他也没机会害您。道人说着，就转身要走。道人，您别走，您得救救我呀！李大善人一见道人要走，赶紧喊道。道人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救您？难呐，您这伤是妖气所致，普通的药石根本无济于事。要想治好，除非您能找到一颗千年灵芝。千年灵芝？这上哪儿找啊？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犯了难。哼，这就看您的造化了。不过我奉劝您一句，以后行善积德的时候，可得擦亮眼睛，别被那些妖魔鬼怪给骗了。道人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李大善人望着道人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好心收留的一个老头，竟然会是个妖怪。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竟然会因为收留了这个妖怪，而遭到天雷的劈击。这事儿在镇上可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纷纷议论着李大善人的遭遇，有的人同情他，有的人嘲笑他，还有的人说他这是自作自受。反正说啥的都有，就是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而李大善人呢，在经过这一场劫难之后，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善好施了，而是整天闷在家里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这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可每当人们提起李大善人的遭遇时，还是会忍不住唏嘘一番。毕竟谁也没想到，
一个堂堂正正的善人，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了个醒：行善积德是好事儿，可也得擦亮眼睛，别让那些妖魔鬼怪给骗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像李大善人一样，遭到意想不到的劫难呢。打那以后啊，李大善人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闷在家里头。镇上的老少爷们儿也都觉得这事儿邪性，慢慢的也就不咋往他家跑了。可这事儿啊，还没完呢。过了些日子，镇上来了个游方郎中，自称能治百病，啥疑难杂症到了他手里，那都是小菜一碟。这郎中穿着朴素，背着个药箱，走街串巷的给人看病，一来二去的就在镇上扎下根了。有一天，这郎中路过李大善人家门口，看到他家大门紧闭，门口还挂着俩大白灯笼，就知道这家里头指定是有人不在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刚要走，就听见里头传来一阵咳嗽声。哎呦，这家里还有人呢！郎中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就上前敲了敲门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露出个脸色苍白的老妈子来。老妈子一看是郎中，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头。哎呦，郎中啊，您可算是来了，我们家老爷这病眼看是越来越重了。老妈子说着，就领着郎中进了李大善人的屋子。李大善人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气息奄奄。他看到郎中来了，勉强挤出个笑脸来。郎中啊，我这病，您看还能治不？李大善人有气无力地说着。郎中走到床前，仔细地看了看李大善人的气色，又把了把脉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哎，李大善人啊，您这病是妖气所致，普通的药食根本无济于事啊。郎中说着，叹了口气。啥？妖气？您说的跟那道人一样？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哦，您见过道人？郎中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来了精神。是啊，前阵子来了个道人，也是这么说的。李大善人说着，就把那道人的事儿给郎中讲了一遍。郎中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那道人说的没错，您这病确实是妖气所致。不过他让您找千年灵芝，那可是难上加难啊。那您说咋办呢？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急了。我倒是有个法子，不过得您亲自去一趟。郎中说着，就从药箱里拿出一张黄纸来，在上面画了个符。这是张驱妖符，您把它贴在那妖怪的坟头上，那妖怪自然就不敢再来害您了。郎中说着，就把驱妖符递给了李大善人。可我不知道那妖怪坟头在哪儿啊。李大善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犯了难。这事好办，您按照这符上的指引，自然就能找到。郎中说着，就在李大善人耳边嘀咕了几句。李大善人听完之后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好，我这就去。当天夜里，李大善人就按照郎中的指引，出了镇子，往西边的山里头去了。一路上，他走得磕磕绊绊的，好几次都差点摔倒。不过他心里头想着那妖怪的事儿，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。走了大半夜，他终于来到了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头。山谷里头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。他摸黑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就看到前面有个坟头，坟头上还长着一棵歪脖子树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李大善人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就走上前去，把那张驱妖符贴在了坟头上。刚贴完，他就觉得一阵阴风吹过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紧接着，他就听到一阵诡异的笑声从坟头里头传了出来。哈哈哈，李大善人呐，李大善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这儿。那笑声阴森森的，听得人心里头直发毛。你是谁？李大善人壮着胆子问道。你连我都不知道。
我就是那个被你收留的老头啊！”那妖怪说着，就从坟头里头钻了出来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黑袍，脸上青面獠牙，眼睛里冒着绿光，看上去恐怖极了。你真的是那老头？李大善人一看这妖怪，吓得腿都软了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本来想吸取你的精气，好助我修炼，可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这儿，还贴上了这张驱妖符。妖怪说着，就伸手朝李大善人抓了过来。李大善人一看这妖怪要抓他，吓得赶紧往后退。可那妖怪的速度太快了，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衣领子。哼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妖怪说着，就要把李大善人给吃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那妖怪嗷地惨叫了一声，然后就松开了手。李大善人趁机挣脱开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个郎中正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把金光闪闪的宝剑。哼，妖孽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郎中说着，就挥剑朝那妖怪砍了过去。那妖怪也不是吃素的，赶紧跟郎中打了起来。俩人你来我往的打了好几个回合，都不分胜负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雷鸣声，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直接劈在了那妖怪身上。那妖怪被这一雷给劈得浑身冒烟，嗷嗷直叫。郎中趁机一剑刺了过去，直接刺穿了那妖怪的胸膛。妖怪嗷地惨叫了一声，然后就倒在地上不动了。郎中走上前去，看了看那妖怪的尸体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妖怪修炼了几百年，没想到今天却栽在了你手里。”郎中说着，就转身看向了李大善人：“多谢郎中救命之恩啊！”李大善人说着，就要给郎中磕头：“别谢了，赶紧回家吧。你这病啊，还得好好调养调养呢。”郎中说着，就收起宝剑，转身走了。李大善人望着郎中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头感慨万千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好心收留的一个老头，竟然会是个妖怪。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竟然会在这个郎中的帮助下逃过了一劫。他回到家之后，就把这事儿跟镇上的老少爷们儿讲了讲。大伙儿一听这事儿，都觉得邪性得很。不过他们也都替李大善人感到高兴，毕竟他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这事儿慢慢的就在镇上传开了，大伙儿也都对那个郎中充满了敬意。毕竟他可是个能驱妖除魔的高人啊。不过呀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过了些日子，镇上的茶馆里又传出了一件离奇的事儿。说是有个人在茶馆里喝茶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窗外飘过一道黑影。他追出去一看，只见那个郎中正站在镇口，望着远方发呆呢。他走上前去，拍了拍郎中的肩膀，问道：“郎中啊，您这是在看啥呢？”郎中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哦，没啥，我就是在想，那妖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事儿您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还想他干啥呀？”那人说着，就拉着郎中进了茶馆。俩人坐下之后，郎中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哎，这事儿啊，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那妖怪修炼了几百年，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我总感觉他还有啥后手呢。那您说咋办呢？”那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也紧张起来。我想再去那山谷里头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啥线索呢。郎中说着，就站起了身来。那人一看郎中要走，也赶紧站起了身来，说道：“我陪您去。”俩人出了茶馆，就往西边的山里头去了。一路上，他们走得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有啥意外发生。走了大半夜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那个荒凉的山谷里头。山谷里头还是跟以前一样，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。他们摸黑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就看到前面有个坟头，坟头上还长着一棵歪脖子树。您看，就是那坟头。
那人指着坟头说道。郎中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咱过去看看。”俩人走到坟头前头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只见那坟头上头的土都被挖开了，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口子来。这坟头被人动过了。郎中说着，就弯下腰来，往那黑洞洞的口子里头看了看。这一看，可把他给吓了一跳。只见那口子里头竟然有一具尸体，尸体上头还长着几根绿油油的毛泥。这是咋回事啊？那人一看这尸体，也吓得直往后退。看来那妖怪没死，他只是找了个替死鬼，然后自己逃走了。郎中说着，就直起了身子来。那咱们咋办呢？那人一听这话，不由得也紧张起来。我想想。郎中说着，就皱起了眉头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雷鸣声，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直接劈在了那坟头上。坟头被这一雷给劈得四分五裂，那具尸体也被炸得粉碎。看来那妖怪是怕雷呀。郎中说着，就转身看向了那人。那咱们现在咋办呢？那人问道。我想那妖怪应该还没跑远，咱们赶紧去追。郎中说着，就拔腿往山谷里头跑了进去。俩人追了半天，也没追上那妖怪。不过他们却在一个山洞里头找到了那妖怪留下的一个宝贝。那宝贝是个玉瓶儿，里头装着半瓶金黄色的液体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那人好奇地问道。这应该是那妖怪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